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到了宁清月被找回侯府的当天。幸好老天有眼，给了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。这侯府好大，好气派，我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。我的女儿，这么多年你受苦了。母亲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没什么。夫人，那家农户真不是东西，对我们小姐非打即骂，身体落下不少病根。大夫说了，最好住正南向阳的院子，才能养好身体。正南朝阳的院子，不是清婉住的房子吗？来了，上辈子宁清月回家的第一天，就示弱夺走了我的院子。妹妹，这么多天你受苦了，姐姐这就把院子收拾出来，给妹妹住。不行，我不能抢姐姐的院子住。傻孩子，当年要不是那个刁奴把你换走，现在这个院子就是属于你的。是啊，妹妹，我鸠占鹊巢这么多年，已经羞愧难当，如今物归原主。若是妹妹再推脱下去，我真的没脸在这侯府待下去。清婉啊，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。但是你放心，你永远都是侯府的千金。那姐姐不想回你自己的家去吗？这贱人害我流落在外多年，侯府不但不弄死她，怎么还要继续留她？那虎狼我怎么能回去？你姐姐现在可是京城第一才女，未婚夫是宁国公的世子，现在把她送回去，我们侯府还怎么做人？宁清婉还是有原因的利用价值，能让侯府更上一层楼呢。大哥，我知道我爸招了父亲母亲这么多年的宠爱，妹妹心里有怨气，我是能理解的，不想看见我在这里碍眼。只要妹妹心里开心，我是愿意搬出去。没有我填补侯府百万亏空，这宁国侯府马上就要被抄家问罪了。我巴不得现在就跟侯府划清界限。女儿感激多年侯府养育之恩，如今拜别，还请母亲照顾好自己。哎，不是说宁国侯的夫人一向都是很仁善的吗？怎么连一个孤女都容不下？听说当年是侯府的奶妈调换了孩子，说不定就是这宁国侯夫人苛待下人才导致的。当年的确是因为宁国侯夫人为了节省开支，克奶妈的月例银子，导致奶妈家的儿子没钱看病去世，于是奶妈才怀恨在心，调换了孩子。姐姐，一会儿坐我的马车回去吧。你给我住口！清婉啊，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，但你是我一手养大的。你放心，你永远是这侯府的千金大小姐。各位，当年侯府刁奴拿外面的女孩与我妹妹调换，但是稚子无辜，我们侯府也绝不是如此无情的人家，所以清婉永远都是我们侯府的大小姐。哦，对，这么回事有道理。夫人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带二小姐回府吧。我才是侯府真千金，走着瞧，我一定会把你赶出去的。既然暂时走不了，那就玩玩吧。小姐，你怎么这么淡定啊？那位一回来就抢你的院子，说不定以后连你的一切都要抢走了。这本来就是侯府的，要给就拿去吧。可侯府是个空壳子呀，亏空了那么多银子，要不是您辛苦打理侯府的产业，侯府早就落败了。他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您赚来的钱呀。是啊，上辈子我为了维持侯府的体面，呕心沥血的赚钱，可最后
弥补上侯府100万银两的亏空后，却被一脚踢开。我倒要看看，这辈子没有我弥补上100万银两的亏空，侯府怎么度过这一劫？都给我放手！芳菲院的一切都是侯府千金的，包括这些首饰。某些人鸠占鹊巢多年，一个假千金还好意思拿这些首饰吗？除了这些珠宝首饰，还有姐姐的婚约，也应该是我的才对。识相点儿，你早点滚出侯府，回到你该待的地方去。小唐，按照侯府家规，下人以下犯上，该如何处置？下人多嘴多舌，应当掌嘴20。那就打吧。抓住他！你敢？我可是……你们给我住手！我才是侯府千金，他就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野种。你们居然敢不听我的话，我让母亲把你们都赶出府院！你们愣着干什么？我才是侯府千金，快进来帮忙呀！住手！住手！你们别打了！我走还不行吗？姐姐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们吧！住手！居然敢打二小姐，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哎呀，夫人呐，二小姐命苦啊，从小就被人替代了侯府千金的身份，吃尽了苦头啊！现在好不容易被寻回来，大小姐却肆意侮辱啊！起来吧。母亲，我从来没想过跟姐姐争什么，只求能待在父亲母亲身边尽孝。没想到姐姐却这般的容不下我。好女儿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辱你。夫人，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那样，是二小姐她……给我住口！青婉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管理的下人，你平时的贤良大度去哪儿了？母亲，这老妈子以下犯上，仗着妹妹性子软，不懂侯府规矩，就胡作非为。我理应教训，免得将来这刁奴教坏了妹妹。若是外出之时被各大王公贵族的夫人们看到，那妹妹的名声恐怕就毁了。居然是这样，今晚你做得很不错。来人，把这个刁奴给我送出府去！等一下，母亲，张妈小时候对我多有照顾，要是没有张妈，我早就死了，就没办法活着见到母亲了。女儿啊，我让人给她一笔银两作为补偿，回头我再给你挑2个稳当的嬷嬷，教你侯府的规矩，可好啊？要是教不好规矩的话，将来只会惹人看我们侯府的笑。妹妹方才不是还羡慕我有个好婚约吗？等你学好规矩，母亲自会给你寻上一门更好的婚事。上辈子宁清月教唆这老妈子找了我多少麻烦，现在就先拿这老妈子开刀。母亲，张妈她无依无靠，要是被赶出去，没有活路的。我们就把张妈留下来吧。哎呀，母亲，把张妈留下来，随便安排一个差事就行。女儿肯定好好学习规矩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答应你。我就知道母亲最好了。吩咐下去，让张妈去2房门外的洗衣房上职。姐姐，
母亲还没发话呢，这要是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我们侯府叫一个外人当家呢。清月呀，如今侯府确实是你姐姐在当家，母亲身体不好，已经不适合劳累了。你姐姐贤良淑德，把侯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在外又有贤良的名声，你要好好跟你姐姐学习。什么？居然是这贱人当家？凭什么？母亲啊，您放心吧，女儿一定努力。毕竟，我才是娘的亲生女儿。小唐，去把管家钥匙拿来。母亲，刚才妹妹有句话说的没错，我现在是一个外人，确实没有资格再管理侯府了。以前我一直被母亲这些话蒙蔽，呕心沥血的打理这个家，最后却被一脚踢出。这一次我不会这么傻。清婉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姐姐这是觉得把院子让给我住了，心里有怨气。母亲，我是想融入这个大家庭的，我不是想拆散这个家庭。妹妹是误会姐姐了，姐姐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好。当初母亲为了历练我，才让我独自管理着侯府。现如今我贤名在外，多亏了母亲的教导。如今妹妹你回来了，这更需要母亲亲自来教导妹妹。那是自然，要不是我细心的教导你，你如今也不会那么优秀啊。母亲，那我就向您学习管家吧，以后我定是差不了姐姐的。只是我这多年不管家，我都不知道如今侯府收支如何啊。母亲不必担心，现在侯府的开支不成问题。那既然清婉这么懂事，那母亲我就收下你这份孝心了。母亲，那女儿就告退了，毕竟这收拾院子还需要些时间。好，你去忙你的，我跟你妹妹啊说说体己话。你们去给大小姐把房间收拾出来。是。小姐，夫人也太过分了吧！当初您接手侯府的时候，入不敷出，还不是您想方设法的打理府里的产业，还在外边经商，才让侯府不至于落败成破落户。这夫人刚刚知道侯府开支没有问题之后，就直接夺走了您的掌家权。好啦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就是替你打抱不平嘛。您虽然不是亲生的，可把这侯府打理得这么好，平时侯爷和世子在外面应酬，夫人平时听曲儿逛园子，这所有的开支全靠您一个人支撑着。有人超前，我有人就朝后，这哪有半分侯府的样子？不碍事，侯府账上的钱目前只够支撑1个月，日后侯府的开支来源我也管不着，到时候就有好戏看了。小姐，那您辛辛苦苦在外面置办的那些铺子还有园子，就这么拱手让人了吗？那不是，是我的，终究是我的。小唐，帮我通知胡商，上次的合作有变动，需要面谈。小姐，您能为自己着想，真是太好了。上辈子小桃也是一直为我打抱不平，只可惜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上辈子我就是靠跟胡商做的这一笔生意，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，这才补上了侯府100万银两的亏空。
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为谁做嫁衣了。青婉小姐，今晚有12客，夫人特意在正厅摆了几桌，为大小姐接风洗尘。希望你可以早点到场，给大小姐祝贺。什么青婉小姐，连大小姐都不会喊了吗？夫人说了，大小姐刚刚回来，怕外人分不清楚，所以还是区分一下比较好。我会准时到的。小桃，哎呀，小姐，这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了！这不明摆着告诉侯府上下，您不是大小姐吗？这以后让您如何自处？这和我比，将来离开侯府就简单多了。小桃，给我更衣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小姐，你怎么买这么多吃的？回头长胖了怎么办？重活一世，我要弥补上辈子的遗憾，吃遍天下美食，美好的生活我来了。走吧。这位大哥，你有话好好说。难道我美好的重生生活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吗？好汉，你是想劫财还是劫色呀？你要是想劫财的话，我是侯府千金，你想要多少钱，你直接说出来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你要是想劫色的话，劫色的话，你也能主动？那可不行，这我主动不了。不过我可以跟你去怡红院，选180个漂亮舞姬，能文能武，绿肥环瘦的，能歌善舞，什么都有。如果你想要，你可以随便选择嘛。这像你一个侯府千金该说出口的话吗？别动！别挡了，我刚才都看到你的脸了。这个杀手长得还挺帅的。说，你是谁派来的？宁清月这么快就想灭口，可他现在刚来到侯府，应该没这么大能耐吧？不说是吧？那我就让你看看，我这个侯府千金不仅口出惊人，我还能杀人分尸。别动啊！外面都是你的同胞啊！大哥，我开玩笑的。我可以让你选择一种死法，毕竟看过我脸的人都死了。完了完了，我美好的重生生活还没开始呢。我真的可以选择一种死法吗？你说话算数。我说话自然算数。我选择老死。主人，杀了他，留个全尸就好。喂，你刚才不是承诺过我可以选择一种死法吗？你不
不能不守诚信啊！你作为杀手，老死不算吗？动手！啊！你别过来啊！我可是宁国侯府的千金，你要是杀了我的话，我父亲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宁国侯府，今日先暂且留他一命。怎么回事？这刀还没开下来。怎么回事？难道真被宁国侯府的名头吓到了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快回去吧。小姐，你受伤了。那个杀手居然受伤了，那说明不是冲我来的，只是想要挟我离开那个地方。小唐，去叫小凤打探一下马车受惊的地方有没有发生什么事。哎呀，我们还好回来得及时，不然就错过接风宴了。对了，小姐，你准备送什么礼物给那位？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。去，准备一支春日梅花，要新鲜的。清婉呐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晚？是不是没有把我们清月放在心上啊？刘妈妈明明说的酉时2刻，小姐没有吃的。明明说的是酉时1刻，姐姐听错了。姐姐迟到了没关系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不会计较的。清月性子落落大方，如果能好好学习规矩，以后也是名门闺秀，为我侯府争光啊！今天看在清月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对了，喜哥怎么还没到啊？我来迟了，一会儿我给妹妹自罚3杯。人齐了，开席吧。清月，这是第1道菜佛跳墙，你尝尝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管家这么多年，怎么能犯这种错误？如果摆宴席闹出笑话，让我们侯府怎么做人？为什么会送上来2道佛跳墙？我们是小厨房的，夫人吩咐了要摆1桌，我们就照做了。谁知道大厨房那边也做了1份。哎，这话可就不对了。夫人明明吩咐的是我们大厨房的，我们自然要照做。住口！父亲，是我管家不力，以后不会再发生同样的错误了。我还以为你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，有了2心，故意的呢。父亲息怒。姐姐今天故意迟到，我没有计较。今天是我的接风宴，姐姐做这样的事情，是想让我在大家面前难堪吗？够了，你姐姐已经把管家钥匙交出来，这件事情跟她没关系。大哥，出去喝成这样子，被父亲看到了，你又要被责骂了。有你在，我放心。从小到大都是你帮我善后，在我心中，你就是我最看重的妹妹。大哥，我已经让下人们准备了热水和醒酒汤，啊，还有给妹妹的礼物，一会儿一并送过来。歇了。小姐，您还对大少爷这么尽心尽力，可那位让您搬出芳菲院的时候，他半句话都没听你说。我自有我的道理。现在我孤立无援，得暂时找个同盟。他把钥匙交给谁了？自然是交给了母亲。哎呀，老爷，我今天就忙着安置清月了，所以我就没有跟厨房交代。谁成想就……你为什么要拿走管家钥匙？你有那个能耐吗？父亲，是我主动把管家钥匙给母亲的。以我现在的身份，
确实没有资格再管理侯府了。我以后会协助母亲一起管理，还请父亲一定要放心。是啊，老爷，那账目我看过了，咱们侯府的支出也没有问题，您就放心吧。这些年你管家管得很好，辛苦你了。侯府不会亏待你的，坐吧。谢父亲。行了行了，今天是妹妹回归的好日子，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影响了心情。重新上菜。起菜。我还给妹妹准备了一些礼物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贵重礼物。这是春日梅花，赠予妹妹。什么破花，真小气！哦，这就是最近流行的春日梅，果然不同凡响，大雅。这就是春日里的梅花，太漂亮了，谢谢大哥。哼。妹妹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我还是更喜欢大哥的礼物，更有新意。自然，我怎么能比得上大哥聪明机智呢？这次多亏了宁亲王。开席吧。亲王啊，我准备下个月办一场赏花会，我想让你妹妹在世家面前好好表现一下，这样对她以后的婚姻也有好处。谨遵母亲安排。你跟我来。我插好了，你们慢用。站住！你个冒牌货！看见了吗？侯府的下人可都是听我的，谁要是敢不听我的，就会被赶出府去。妹妹好威风啊！那可不是，母亲说了，你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的，因为你欠我的。是吗？可有一样东西，你绝对拿不走。是什么？我可是京城第一才女，你可以抢走这些身外之物，却抢不走我的才华。妹妹好像连书都不曾读过吧？你过几日就是赏花会，所有人都在吟诗作对，但是你却连字都不识几个，我看你怎么超过我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住，舌头割了！我看你成了哑巴之后，还怎么衣食作父！住手！大哥，他刚刚嘲笑我不识字。大哥，我本想好心劝告妹妹，让她莫在赏花会上丢脸，给她找个好夫子教导，结果她误会我，在羞辱她。亲婉，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，你先回去，我跟他说。上辈子我为了教宁清月识字，不知费了多少心血，让宁清月也成了一个小才女，没想到却被她反咬一口。这次我看她怎么熬过赏花会。大哥，你怎么向着一个外人说话？我才是你的亲妹妹。住口！我真应该让嬷嬷好好教教你规矩，否则将来侯府只会被你连累成笑话。来人，把二小姐送回芳菲院。大哥，我真不敢承认有这样的妹妹，还是清婉比较贴心。大少爷，大小姐交出了管家钥匙，本来可以撒手不管的，难得大小姐还是一如既往的为了您。她不过是为了讨好我罢了，只是为了将来能够继续留在侯府。也罢，只要她一直听话，我也不介意帮她留在侯府。谁让她有个好婚约呢？可要是国公府知道大小姐不是亲生的，
会不会悔婚呢？你提醒的对，我去找父亲聊聊。哎，你为什么自作主张把管家钥匙拿走？你有那个能耐吗？这亏空怎么弥补？老爷，毕竟现在清婉是个外人，他不适合拿管家的钥匙。再说了，我可以让他帮助管家呀。他现在身份如此尴尬，只有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才不会被我们赶出侯府啊。难得你聪明。父亲母亲，我有件事情和你们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？这国公府知道清婉的真实身份，会不会退婚呢？儿子，放心，他肯定不会退婚的。如果没有当初换孩子这个乌龙事件的话，这个婚约本来就是属于清月的，大不了让清月代替清婉去呗。可妹妹的姨父上不了台面的样子，那国公府根本就看不上她呀。你放心，我能交出清婉，我一样能交出清月，她本身就是我亲生的，我肯定会更伤心的。先看看国公府那边的意思吧。最要紧的是要清月好好学习规矩，免得在赏花宴上丢脸。是，老爷。厨房就送来了这个。小姐，他们摆明了是故意刁难你。自从你把管家钥匙交出去以后，这侯府下人个个见风使舵。那位二小姐打着学习管家的名号，天天在府中立规矩。那不就是说明他没有时间读书和认字了吗？上辈子我几乎争分夺秒给宁清月灌输知识，这才没在赏花会上丢脸。这次没有我的约束，我想看看宁清月能闹出多大的笑话。小唐，去厨房拿几个银颗子，再让那边送来一只烧鸡。宁清月这个蠢货，只要有钱，什么吃不到。小姐，小凤的血。居然是六皇子遭遇了刺客，那个杀手冲着六皇子去，可六皇子才5岁，就是个没有实权的王爷。有刺客，抓刺客！侯府竟然有刺客！小唐，赶紧出去看看，小心啊！上辈子府里好像没有过刺客出现这种事。小姐，小姐，是侯爷那边发现的刺客，听说侯爷还受伤了。走，去主院。清婉小姐，侯爷吩咐了，所有人不许走动。现在已经封锁府邸，寻找那个刺客。父亲怎么样了？可有受伤？我得去看一看才能放心。大小姐，侯爷没事，您请回吧，明日来请安即可。这事有点奇怪。算了，吃个烧鸡，压压惊。哎，有刺！不是吧？什么倒霉？小姐，我不喊，你把他放了。去把门关上。清婉小姐，我们按照侯爷的吩咐来搜查院子，您这边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？
晚了，管家还要带这么多人去各处搜查贼人，当真是辛苦了。不过我的院子没有什么能查的，你们去别院搜查吧。当真？能否让我进去看一看？放肆！我的房间也是你们想搜查就能搜查的。可是她现在已经不是大小姐了，管家何必知道？管家，我记得前些年你侄儿犯了错，还是我去摆平的，这么快就忘了？自然是不敢忘，但是我也不能不听侯爷的命令。这样吧，我让彩环进去看一下，你看如何？彩环。放肆！找到了吗？我到底有没有私藏的贼人？没发现。啊，今晚小姐多有得罪，告辞了。走。小桃，小桃，小桃，放心，只是晕过去了，没死。你走吧，我就当没看过你。宁大小姐，你如此健忘吗？我们不是刚见过面吗？是你？你是那个没底线的杀手。我没底线。是啊，那天要是没有我，你能跑出去吗？刺杀皇族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你还恩将仇报，想要杀我灭口，你这不是没底线是什么？本来就是要灭你口的，结果我饶了你一命，你现在应该感激我才对，明白吗？那正好啊，现在扯平了，两不相欠。啊，两不相欠。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伤了我的，我爹跑过去。哎，醒醒！哎，醒醒！小姐，她醒了。说吧，你来侯府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当然是来刺杀宁国侯的。你幕后的人是谁？再近点儿。秘密，我不能说。我们杀手也是有底线的。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想怎么死？我这个人呢，人美心善，
允许你选一种死法。大姐，能不能有点新意？这以前都是我的词儿。一个经常杀人的人，自然会知道杀人容易抛尸难。你想好怎么解释了吗？你老实点，信不信把你埋了当花肥？啊，对，正好我心种的花儿，这养料不太够，长得不太好。等我死了之后，我的人自然会告诉侯爷，说我是你安排的刺客。你以为侯爷会相信你吗？哼，是啊，他以前肯定不信啊。可现在侯爷已经知道了你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你说他会不会怀疑你是心怀怨恨，伺机报复？你卑鄙！宁远侯这个人生性多疑，所以你以后根本没办法待在侯府。你说错了，我压根儿就没想待在侯府。小姐，咱们应该去正厅了。养完伤就赶紧滚。属下来迟，还请主子责罚。昨天晚上查到什么了？您声东击西离开后，我们发现宁国侯第一时间去了书房，他把所有人都关在外面，在里面至少待了1刻钟的时间。起来吧。看来心虚的人，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去检查最重要的东西。那个东西一定在书房密室。主子，昨晚除了咱们之外，还有另一伙人，他们已经被管家抓起来了。去查查他们的底细。主子，咱们还是先离开侯府。您的伤要紧。先不着急。小姐，听说那位贼人已经抓住了，是二门的下人，联合外人打开了凤门，偷到了府中不少财物。那我们院那个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你去找一下刘管家，按我说的做。你去。父亲，你没事了吧？没什么大问题。父亲，这可是宁国侯府，谁敢行刺你？要不咱们还是报官吧。我这刚回来不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给爹爹带来的不幸呢。是啊，侯爷，咱们报官吧。不能报官。姐姐是希望我背负骂名。父亲，对外就说有贼人闯入，买通了下人进府偷盗。若是有人知道你被行刺，指不定会有人说父亲品行不端，才因此遭袭。今晚考虑的周到。你是怎么管家？今晚管家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这种错误。老爷，我爹爹，这也不能全怪母亲。我看是有人不喜欢我回府，不想让我与母亲亲近。姐姐管理侯府多年，买通1、2个下人是再简单不过的事。来人，把买通的下人带上来，问问就知道了。侯爷饶命啊！都是大小姐指使我这么做的。宁清婉，你死定了！你这个混蛋，竟敢污蔑我姐姐！你有几个脑袋？姐姐放心，即便你不是侯府的真千金，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诬陷你的。
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就是你，是你亲自指使我这么做的。说夫人夺了你的管家权，所以你要给二小姐一个教训。你个狗奴才，我才是侯府真千金，不长眼的狗东西！父亲，此人说话并不可信，他都不认识我。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下人打死，把背后的主使查出来。老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父亲，您赶快回屋休息吧，免得再落下病根。是啊，老爷。慢着，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。小姐，小姐，我在这老妈子的房间中发现了与贼人密通的信件，而且二门的下人说，看见这老妈子昨晚偷偷摸摸的在后院出现过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给钱收买了我，说是大小姐指使我这么做的。你胡说！这不是清月身边的张妈妈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程妈，就算你再怎么心怀怨恨，也不能这么陷害大小姐啊！想想你那小孙子。爹爹，这次是女儿没有管理好下人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哎呀，你快起来呀，女儿，这跟你没有关系，是这群下人贪得无厌，不是你的错啊。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跟二小姐无关，是我怀恨在心才蓄意报复的。把这个人给我活活打死，让人看看背主是什么下场。老爷饶命啊！老爷，老爷饶命啊！看清楚他是怎么死的。要是再有下次，趴在这儿的就是你了。我绝对不会再走我的老路。老爷，你打我做什么？我眼睛瞎吗？看不出这些都是秦月一手策划的吗？就算是清月策划的又怎么样？他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，只不过是想出口气而已。可他被秦婉耍得团团转，就这点手段，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。跟秦婉半点都比不上。可是他才是我们亲生的呀！这样的蠢货女儿，我宁愿不要。国公府那边已经回话了，只要秦婉是侯府的千金，这门亲事还算数。他们看上的是秦婉聪明能干。清月不愧是你亲生的，像你一样的蠢。母亲，女儿，姐姐她要杀了我。别怕，母亲在的一天，绝不会让你低人一头。你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永远是我们侯府的千金大小姐。今晚我不会让你压过我女儿的风头的。小桃，你真机灵。刘管事办事牢靠，早就替您盯着这些了。府都下人虽不少人见风使舵，但也有不少人受过您的恩惠，心里记着您呢。我记得刘管事的儿子读书不错吧？我去写封介绍信，送他儿子去衡山书院读书。走。
也不知道那个男人走了没有，我得确认一下，他来侯府到底想干什么。是我，你故意的。我这叫做谨慎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你是大白天的，让我去哪儿呀？我警告你了，今天晚上你必须走，不然的话，我去告诉我父亲，院子来了刺客。你之前说你一定要离开侯府，为什么？这里本来就不是我家，为什么留在这里碍眼？对了，昨天晚上的刺客抓到了，他们和你绝对不是一伙的。你到底来干嘛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我们之间需要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帮我在侯府找一样东西，而我让你顺利离开侯府。你帮不帮我，我都能离开侯府。再说了，你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杀手，哪来这么大的口气帮本小姐？我穷，我穷困，我潦倒。哼，这个女人居然说我穷，这么些年了，有人骂我是贪官，有人说我冷血无情，还就是没人说我穷。谁说的？您富可敌国，怎么会穷？对了，宁国侯府的赏花宴帖子已经送到咱们府上，要去不？去？怎么不去？我到时候就让这个女人看看我有多富可敌国。今晚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二小姐，有个叫彩环的丫鬟来找你。什么二小姐？侯府只有一个真千姐，叫她进来吧。你出去。是。小姐，我在宁清婉的院子里发现她在院子里养了个男人。男人？那可就太好了，上次没能把这个贱人赶出去，这次我一定找个现行。他与外男私会，要是被国公府知道，一定不会要他了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抓奸。来人呐，把这院子给我团团围住！青婉，你不是自称第一才女吗？这次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，从才女变成荡妇。姐姐真是好情趣啊！现在就沐浴更衣，要去跟野男人私会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姐姐一会儿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。走，去后茶房看看。站住！这是我的院子，你想搜就搜吗？姐姐莫不是心虚了？给我好好的找！闹够了没有？不可能的，明明说过有男人的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今天这个事情，妹妹必须给我个交代，不然我会立刻告诉给父亲，让他来评评理。哼，清月，赶快跟你姐姐道歉！不，我不道歉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安排老妈子私通贼人这件事已经被你父亲知晓了。你若是再敢兴风作浪，我也保不住你。道歉。对不起。
母亲，最近府里发生太多事情了，都是因为我而起。我想去外面住，希望母亲答应。今晚呢，你要搬去哪儿啊？我想去寺院小住，为父亲母亲祈福。他搬走了也是一件好事。今晚呢，你看，既然你要搬走，那等赏花宴结束之后再走也不迟啊，你说好不好？是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母亲就不打扰你了。母亲啊，你为什么不让他现在就走？你姐姐和世家小姐素来关系要好，让她带你融入那个圈子，等赏花会后，她就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。还是母亲想的周到。小姐，夫人也太偏心了吧！二小姐污蔑您的清白，轻飘飘道个歉就算了。好啦，你先去院子里面检查一下，告诉丫鬟们都不要出门。今晚，明天我有话要说，是时候立规矩了。你个大公子，我打死你！就你这副身材，本王还不稀罕看呢。误会啊，全都是误会。我今天非要杀了你当花肥不可！今天算你走运。殿下，您怎么弄成这样了？您的伤还没好，大夫说了，不能沾水，更不能行男女之事啊！你胡说什么？殿下，您都把那位的肚兜都拿出来了，还说没关系？我这个是关你屁事啊！反正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等到赏花宴那天，一定让那女的好看。小姐，您那条粉色的肚兜呢？我怎么没看见？仔细找找，贴身之物要是落在外人手里，就麻烦了。可，那我找遍了也没有找到。小姐，会不会是彩环那丫头偷偷拿的？去，赶紧去定做一条一模一样出来，以防万一。我现在就让人去找彩环，一定要狠狠责罚那丫头。彩环，上前来，我有话要问你。大小姐，饶命啊！我也是被逼的。小唐，按照我府家的规矩，该作何处置？背主求荣的家伙，按照府规，当打20大板，再逐出府去。饶命啊！那就打吧。所有人看着打完才能走，这就是被主的下场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
小姐，我翻遍了彩环那丫头的东西，都没发现您的肚兜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如果没在彩虹那里，莫非被那个没底线的杀手拿走？算了，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是小芳的信号，胡商到了。上辈子我就是靠跟着这个胡商做的这第一笔买卖，赚了上百万银两，堵上了侯府的窟窿，这才让侯府躲过灭顶之灾。这次我要用这笔钱为离开侯府铺路。给我更衣。居然是那个没底线的杀手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算了，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先放过这个登徒子。去查查，他来这儿做什么？是。哎，小姐，小风，跟上刚刚那个人，看看他在干什么。是。回头再找到那个混蛋算账。殿下，宁小姐去见了西市那个大胡商，听说这个胡商原本名不见经传，可最近几年忽然走了大运，每次运送的货物都能大赚一笔。难道宁小姐想做生意吗？去查查这个胡商。是。殿下，有人跟踪咱们，要除掉吗？把人给我抓起来。是。小桃，小凤有下落了吗？还没有，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那个没底线的杀手究竟想做什么？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让小凤跟踪他。秦婉小姐，夫人让你晚上去正厅用晚膳。知道了。我跟你说，青婉来了。青婉，母亲正好有事跟你商量，这后天的赏花会，不要太出风头了。带着你妹妹啊，多多的去认识几个闺中密友。我知道了，母亲。不知妹妹这1个月学习如何？可会写什么诗词？我还不会作诗。那你这1个月都学了什么？我这1个月认识了一些字，但是时间太紧了，所以还不会作诗。可你姐姐当初启蒙1个月就会作诗。哎，老爷，这清月在外面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她不比清婉在咱们府中娇生惯养学得快。把你姐姐以前会的诗全部背会。赏花宴如果出了丑，我饶不了你。母亲，我听说大皇子、三皇子都有，可千万不要有差错。好，快去。我记得上辈子只有大皇子来了，三皇子未曾出现，更何况三皇子跟侯府还有不对付。母亲，那我先回去准备一些诗集，还有时间，妹妹应该还能背下来一些。好，去吧。母亲，我才不要背他的诗词呢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先应付过后天的赏花会，母亲呀，给你想个办法，替你出出气。小桃，把这些诗词都整理出来。哎呀，小姐，随便挑几张不就好了？
照我说的去做。姐姐，这是母亲为你做的新衣，赏花宴上再穿，免得姐姐觉得母亲偏心，不重视你。妹妹，这是我挑选的能用的诗词，你随便找几首能背的就行。小桃，拿点碎银子，给萌萌回去打酒喝。看来姐姐管家时没少攒些银两呢。嬷嬷和下人本身就是侯府的家奴，每月有月例银子，何必领着赏钱呢？这是母亲的新规定。我听母亲说，姐姐管家时不懂节约开销，我们侯府可不能有这样的风气。难道姐姐是想忤逆母亲？妹妹所言极是。小桃，看来这对母女最近花了不少钱，把主意都打到下人身上。算你识相。赏花日那天，姐姐记得穿新衣。我知道了。走。拿这么多诗词给我，他想炫耀什么？都给我拿去烧了！小姐，可是侯爷吩咐过，我才是侯府千金。你要是敢不听我的，我就把你赶出府去。小姐，我刚把这银子拿回来的时候，看到嬷嬷脸都绿了。照这样下去，不出意外才怪。该来的还是来了，手段一点都没有。上辈子我穿的这一套浸泡药水的衣服，在赏花宴上被马蜂围攻掉进水里，丢尽脸面。这次我要以牙还牙。小姐，我去花园瞧了一圈，虽然都是按照往年您的布置来的，可那鲜花都蔫了，而且水果和冷盘点心都很少，一点都不新鲜，整个宴会特别的寒酸。这对母女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青儿，阿成，你怎么住这么偏的院子啊？阿成，你探亲回来了？哎呀，早知你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就不应该回去探亲的。这侯府也太偏心了。虽然你不是亲生的，可要是没有你支撑着侯府这么大的开支，这侯府早就落败了。好了，你别生气了，生气啊会长皱纹的。哎，大不了你跟我回去，去我们家住，我母亲啊可喜欢你了。我会离开侯府的，但不是现在。小姐，赏花宴快开始了。今天的赏花宴不去也罢，一副穷酸的上不了台面的样子。哎，听说是你那个妹妹筹办的，果然一副小家子气。得去，不然我真怕你会错过一出好戏。别看我呀，才是这侯府千金，在侯府这些年都是姐姐管着钱，就是我也不敢跟她顶嘴。上一次有一个嬷嬷就因为跟她多说了几句话，她就派人把她打死了。这个宁亲婉一向目中无人，要不是我母亲执意这门婚事，我哥才不会娶这个泼妇呢。姐姐，您快请坐。你才是侯府千金，凭什么给他这种鸠占鹊巢的野种让座？更何况，今天的赏花宴主角是你才对，他就是个陪衬的而已。这样，
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陪衬就应该在旁边待着，一个身份不明的野种，连我们提鞋都不配。上辈子的赏花宴也是如此，宁清月跟穆小小联手羞辱。穆小小，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你撕啊！吵什么吵？母亲，穆小姐是在为我打抱不平呢，没什么的。清月小姐，你刚刚明明和穆小小口口声声说我们家清婉是野种，现在就忘了？真有这回事？我说的有没错，他本来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，为什么要硬塞给我哥啊？给我住口！穆小姐，我虽然不是侯爷跟夫人亲生，但他们待我如亲子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因为我自己的身份而困扰过。穆小姐张口闭口说我是野种，岂不是质疑侯爷跟夫人？这就是你们国公府的教养？是啊，今晚虽说不是我亲生的，可是这当年之事并非他一人之错。如今我和侯爷待他依旧如初。应国侯夫人真是善良仁义啊！你放心，我回去定会好好教训小小。你在我的心目中，永远是我未来儿媳的最佳人选。要不是国公府也指望找一个会管家赚钱的儿媳妇，我才不会找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进门。国公夫人，我自知身份卑微，所以这门婚事还是就此作罢吧。今晚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岂容你在这说辞？还不跟清婉道歉？我不，看我回去怎么罚你！国公夫人，您千万不要责罚穆小姐，这是因我而起，您要罚就罚我吧。这位是二小姐吧？果然长得兰心蕙质。大小姐是京城第一才女，那二小姐多半也是才女吧？清月，你赶快做一首诗，就以今天的鲜花为主题吧。这鲜花早就蔫了，我看就是宁清婉不想看见清月出风头，故意这么设置的这场宴会。这鲜花本来就维持不了多久，蔫儿也是正常的。清月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何必替她辩解？还有，这水果点心又难吃又廉价，宁清婉为了让清月出丑，可真是用心歹毒。莫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宴会是我妹妹精心布置的呢。什么？是你准备的宴会？平时不都是她准备的吗？这的确是我第一次办宴会，但是我都是向姐姐学习，没想到闹了笑话。是啊，清月这次是第一次筹办宴会，很多东西都不太熟悉，大家呀也多谅解。她最近在跟夫子学习，所以呀这赏花宴呢就疏忽了不少。我确实不如姐姐有才华，但我一定也能成为像姐姐那样的人。如果你当初没被抱走，那现在京城的第一才女是你才对。假以时日，你肯定能超过某些人。那您二小姐既然是以文会友，敢问你的表字是什么？陈小姐，我应该没有冒犯到你，你何出此言骂我是婊子？你们笑什么笑？清月，陈小姐说的是你的字是什么？你笑什么笑啊？我可是侯府千金！住手！谁教你随便打人的？母亲，您明明说过，女儿的痣是隐私之物，不
不能够随便给别人看的。字而已，哪里有隐私了？明明就是您说的。如果当初不是因为那颗痣，您就找不到我了。妹妹，陈小姐刚刚说的是字，不是你手上的痣。难道说夫子没教过你吗？什么是字啊？夫子没说过。真是丢脸了，还说什么努力学习了1个月，竟然连表字都不知道。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见这么好笑的笑话。你个贱人，你给我下套是吧？区一个丞相千金，我可是侯府千金，我父亲动动手指就能把你捏死。放肆！给我跪下！陈诚的父亲乃是皇上面前的红人，就连大皇子都要礼让3分的人物，哪里是我们这种末流的侯府能得罪得起的？陈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他一般计较。他才刚接回来，不懂规矩的。那既然不懂规矩，就不要让他出来丢人现眼，在这跪上半个时辰，好好反省反省。好，我回头叫人好好教他规矩。请大家移步大厅，我呢请了舞蹈班子过来表演，请。妹妹果然还是没让我失望，闹出这么大的笑话。你这个贱人，我才是侯府千金，你永远都取代不了我。只可惜你今天闹出这么大的笑话，明天就会传播出去。不过你也算是出名了。你放开我！宁清月，这才是一个开始而已。我才是侯府千金。小唐，去看看那个丫头去哪儿搬救兵了。好。等下呀，侯爷会带着大皇子、三皇子和穆小国公爷一起来看表演呢。侯爷的面子可真大，大皇子年年都来捧场，这次甚至三皇子都来了。过奖了。我记得上辈子三皇子一直待在边关，他回来后，侯府就出现了100万亏空事件。三皇子带头打压宁国侯府，今天终于能见到那个神秘的三皇子了。这个宁清月真是个蠢货。哎，这下我终于不用担心你在侯府被欺负了。小姐，你先过去吧，我先去更衣。好，走吧。走。小公爷，今天姐姐她生怕我抢了父亲母亲，其实我并没有这样想。自从姐姐有了管家钥匙，就处处针对我。这个宁清婉一向如此强势霸道，只知道管家，一点贤惠的样子都没有，哪像你这般温柔还善解人意。没想到这两人在赏花宴之前就认识了吗？没想到京城第一大才女宁大小姐竟有这般癖好。住嘴！你再敢喊，我就掐住你的脖子。你还敢来？怎么，你想我了？大胆狂徒！哼，我大胆？比起宁大小姐在那边看未婚夫跟妹妹在一起打情骂俏，我这点胆子算得了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不是绑架了我的人？
这一次他怎么穿的这么好？还你的东西。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拿来！你想要，可以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做梦！等等，你敢吃本王的耳朵？冰峰哥，你看那边，草丛里面是有人吗？我过去看看。见过小公爷，二小姐，侯爷让您一起去正厅见客。我知道了，哦，气死本王了！气死本王了！小姐，需不需要叫人？不用了，帮我整理一下头发。哦，刚才他自称本王，应该是我听错了，他就是一个杀手而已。就算宁清婉不行，也不能娶宁清月这个废物。姐姐进来的如此之晚，清婉，你看到三皇子没有？这老三去哪儿了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三皇子，这个杀手居然是神秘的三皇子。你是在侯府迷路了，还是看上哪个丫头了？确实遇见了一个牙尖嘴利的小丫头，还咬了我一口。居然敢伤害皇子，这可是杀头的死罪！这是哪个不懂事的下人冲撞了三皇子？侯府一定严惩。这怎么办呀？罢了，这次就算了。本王大人有大量，不跟小丫头一般见识。这怎么能行？本府容不下这种下人的。侯爷还没看出来吗？我这三皇帝是看上那个丫头了，找到以后直接送到老三的府邸就行了。老三在边关多年，身边也没个人，没想到是喜欢京城的姑娘。哼，那就是这个姑娘的福气呀，我一定亲自送上。老爷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啊，那后院用膳吧。请。他居然是三皇子，那他冲着侯府来的，他想找什么东西？跟当年侯府亏空100万银两有关吗？总觉得没那么简单。清婉，回头我母亲会去护国寺上香，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去。好，清婉，你过来送送国公夫人，陪夫人说说话。国公夫人，请。宁清婉，你得意不了太久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马蜂，定下让人半条命！保护两位皇子！母亲，怎么办？会变成这样啊！
该是宁清婉才对啊！母亲，快让妹妹往水里跳，这样就不遮了。对对对，清月，清月，往水里跳，往水里跳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母亲，救我！母亲，你是不是不会水啊？这可怎么办呀？赶快叫人下水去救小姐啊！不行，不行！清婉，你是不是想眼睁睁的看着你妹妹去死啊？母亲，你误会我了。妹妹童话太闺女一个，若是有人下去了，那妹妹的名声可怎么办啊？对！哎呀，毕竟女儿家的名声最重要嘛，去找会水的嬷嬷和丫头了。对，来跳会水的嬷嬷和丫头，赶紧把二小姐给我救上来！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这对母女对夏日这么苛刻，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？五爷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清婉呢？这可怎么办呀？父亲，我记得你是不是会水啊？对，我会水。我腿上有旧疾，我救不了。哎呀，侯爷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的女儿啊！宁清月，也让你难得上辈子溺水的滋味。哎呀，他都沉下去了。大哥，你做什么呢？你快回来！风儿，你快回来！这可如何是好呀？快去请大夫啊！还不快把二小姐放下来！你是不要命了吗？快跟我回去！哎呦，我的女儿啊！回去！我的女儿啊！来人，快请大夫啊！我今天不送你了。我知道，不用送。回头分享下后续。必须的。慢点。妹妹。让两位皇子受到惊吓，不好意思。无妨，宁国公不用送了，我会让御医来给宁儿小姐看看。多谢大皇子。走。我的女儿啊！母亲，我真的快疼死了！不要用手挠，会破相的，别挠啊！一定是那个贱人，一定是他把我害成这样的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母亲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大夫马上就来了。夫人，御医到了。御医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母亲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居然想不到你竟然如此歹毒，竟敢如此害你妹妹。母亲的意思是我把妹妹害成这样的？不是你吗？明明应该是你。是我怎么？母亲，你怎么不继续说下去？好啊，你故意的。侯爷，怎么回事？回侯爷夫人，这件衣服的确浸泡了容易让马蜂发狂的草药。老爷，是他对咱清月的衣服做了手脚，把咱们女儿害成这样了。父亲，不是我做的。这是从清婉小姐房间里找到的。我就说，我给你们姊妹俩做了2套衣服，为何你的房间里还有一套一模一样的衣服？你如何解释？解释解释。因为这件衣服不合我的尺寸，我想来是母亲按照妹妹的尺寸做的，又怕母亲为难，所以又做了一套一模一样的。你怎么管家的？连自己的女儿尺寸都搞错了？这我知道，我是交给下人去做的，谁成想这尺寸弄错了。那也是你的失职。
那亲王管家的时候，从来没出现这种错误。是，我知道，尺寸弄错了，的确是我的错。可是，清月衣服明明就是他搞的手脚，这是事实。父亲，我想让人把这套衣服也检查一下。王嬷嬷，你看着我的母亲做什么？回侯爷，这件衣服的确也有问题。父亲，这就说明是有人给我和妹妹的衣服一起做了手脚，只是我比较幸运，恰巧躲过了一劫。给我查，一定把做手脚的人查出来。老爷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去查吧，我一定给咱们女儿还一个公道。秋婉，你管家多年有经验，协同你母亲一起把这件事查清楚。是，父亲。哎呀，侯爷，二小姐的伤已经上药了，按照我开的药方抓药即可。那她会不会留疤呀？只要好好休养，忌口，不要让伤口碰水，不会留下疤痕。谢谢。管家，送御医。父亲，那女儿就先行告退了。小姐，多亏您警惕，不然被马风车掉水里的就是您了。夫人也太狠毒了，居然这么狠！这事一定要告诉侯爷，让侯爷给您做主。没用的，他们不会为我一个外人做主。但是，我也不会让他们好过。3日后，护国寺。这又会是谁啊？还能有谁啊？那个登徒子。谁？小姐，是我。小风，你没受伤吧？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我没事儿，我一直被关在房间里，直到昨天才把我放出来。那个人好像是三皇子的人。那个人就是三皇子，我今天已经在百花宴上见过他。小姐，三皇子真的是那个刺客？今天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烂在肚子里，谁都不能说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滚！谁都别烦我！滚！要不是看在你是我亲妹妹的份上，你以为我愿意来看你？大哥，别生气，妹妹还在生病呢，你别跟她计较。幸好你没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幕后使坏的人。大哥，其实幕后的主使我已经知道是谁了，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吞吞吐吐的做什么？赶紧说。是王嬷嬷。不可能，王嬷嬷可是我母亲的陪嫁丫鬟。大哥有所不知，王嬷嬷的儿子染上了赌博，他的小孙子生了病，急需要用钱，可母亲不仅克扣了他的月例银子，连平时的打赏也没了。你是说王嬷嬷怀恨在心，所以才这么做？我已经查到了，是王嬷嬷亲自去草药铺买的这种草药。大哥别忘了，当年妹妹是怎么被当初的奶妈给调换出去的。我知道了，我去找母亲问清楚。哼。让你传播的消息都传出去了吗？小凤已经去了侯爷常去的酒馆，定然可以听到那些谣言。戏台子搭好了，又有好戏唱了。你个贱人，你还敢来看我？你知道为什么马风车的是你，
而不是我吗？是你动了手脚，对不对？我要告诉父亲，让他把你赶出府去。这就叫自食恶果。你说，如果真的要查下去，会查到谁的身上？你个贱人，你别得意！我才是侯府千金，你凭什么是京城第一才女？我呸！我实话告诉你吧，王嬷嬷被母亲克扣了月例，导致她的小孙子没钱治病，所以她才会故意调换我们的衣服。你别在那挑拨离间了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当初之所以会被奶妈抱走，就是因为你母亲扣了人家奶妈的月例跟赏钱，导致她的小孙子没钱治病，所以她才会故意调换我们的衣服。什么？你们母女俩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愚蠢。本来府里有嬷嬷跟丫鬟会水，但因为你们的苛待，他们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。听说了没有？宁国侯府新找回来的这位千金是个草包，连表字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还说是什么长在胳膊上的痣呢。可他都结婚来这么久了，还不识一个大字吗？宁国侯府专门为他举办了一场赏花宴，真丢人呐！听说这次的赏花宴办得可寒酸了，貌似也是这位找回来的千金自己办的，跟以往的赏花宴这完全比不了啊！这都不算什么，那位在赏花宴被马蜂蛰了，掉进水里，被小国公救上岸，这怕不是故意想请宁大小姐未婚夫吧？对吧？哎，就这么回事。母亲，这刁奴绝不能再留下了，不然以后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。儿子，这件事是我安排王嬷嬷去做的。啊，母亲，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情了？清婉她也是你的女儿啊，你为什么要害她？谁叫她这么得意的？有她在，她肯定会抢了你妹妹的风头。这次在赏花会上，让她出一出丑，压一压她的风头。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要让你父亲知道。母亲，一个蠢猪升天的蠢货！老爷，你不是去茶楼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们刚才在说什么？是不是赏花宴的搞鬼之人找到了呀？目前还没有。是王嬷嬷对母亲克扣月例，怀恨在心，所以才在衣服上做手脚，把清源妹妹害成了这样。儿子，你怎么？母亲，我知道你心很软，但绝不能再纵容这些下人了。已经查到了嬷嬷的头上，现在不让她顶罪，很快就能查到你头上，现在只能断尾求生了。你这个贱婢，居然敢做出这种事情！来人呐，给我关到柴房里去！母亲，这种刁奴就应该让我把他打死！哎呦，我的女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这个脸可是不能受风的呀！母亲，你一定要把他打死！他把女儿害得好惨啊！好，这件事我一定会去处理哈。你先回去休息。我不，母亲，你一定要为女儿做主啊！都是因为这个贱婢，要不是因为他，父亲母亲就不会跟我失散这么多年了。来人，拖出去杖毙！夫人，堵住嘴，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痛苦吗？一点点失去身边得力的人，最后却无能为力的滋味。父亲，
大哥，母亲，妹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伤还没好，怎么就出来了？万一脸上留疤可不好了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别得意！这就是你学的规矩。现在外面流言蜚语，赏花宴把我的老脸都丢尽了。我宁愿没你这种女儿。父亲，要是我从小也在侯府长大，我不会比宁亲婉差的。那你就待在侯府，好好学规矩。什么时候学好了才能出去？老爷，我一定会好好教导清月的。还有你，把管家钥匙交给秦婉。再看看你们摆的赏花宴，上不了台面。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了，老爷。你以为我没看过账目吗？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早晚会被你们败光。府里账上还有多少钱？侯爷，我正要给您汇报这个情况，账上基本没什么钱了。夫人跟小姐还有少爷都支走了不少钱，这才导致赏花宴没钱布置的这么寒酸。父亲，母亲才是宁国侯夫人，理应掌管管家钥匙。我可以协助母亲一起管家。是啊，老爷。不行。清婉妹妹，你就不要客气了，父亲这是把你当成自家人。还是说你没有把我们当成自己人？母亲跟妹妹只会花钱，根本不像宁清婉一样能赚钱。父亲，谢谢您的信任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看来得想个别的法子离开侯府。老爷，这外面流言蜚语的，有没有议论清月落水被小国公爷把他救上来的事情？你还有脸说？他现在名声一毁，我考虑把他嫁到外地去。母亲，我不要嫁到外地去。老爷，你说，这婚约本来就是清月的，反正现在名声已经坏了，不然咱就将计就计，让小国公爷也娶了清月算了。母亲，那清婉怎么办？清婉是京城第一才女，又有我们宁国侯府撑腰，清婉不愁嫁的。清婉，你怎么想？父亲，现在众人皆知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国公府这门婚事已经是女儿能够得到最好的亲事了。女儿不想让给妹妹。你有什么不想让的？这个婚约本来就是你妹妹的，你抢了她10多年的人生，你本就应该赔偿她。可如果不是母亲苛待奶娘，又怎么会发生坏孩子的事情呢？你竟敢顶嘴！都闭嘴！等看看国公府那边的意思再说吧。倘若我连婚事都保不住，那我就更没有能力管这个家了。父亲，我自请李府去寺庙清修，替父亲母亲祈福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这是在忤逆我！定然是他知道账本上没什么钱了，才会这么着急让我拿管家钥匙，继续养着他们一大家子。父亲，我不管，这门婚事就是我的，要是不成，我宁愿去死。那你去死！父亲，您别生气。短短1个月，账上已经没钱了。如果不让秦王管家，这侯府的开支怎么维持？难道让你我去街上摆摊卖货吗？不，那不行，那传出去可有辱斯文。3日后，所有官眷都会去护国寺上香，不然让母亲去找国公夫人谈谈。小姐，那小公爷明明跟那位拉拉扯扯，你为何还执意要这门婚事？我这个呀，叫做欲扬先抑。毕竟宁清月什么都要抢我的，我越是不放手，他越是要抢。大小姐，
丞相府的人来传口信，邀请您后天去护国寺上香。知道了。清婉呐，你妹妹最近在家养伤，好生无聊。她想在府邸养一个戏班子，你呀，赶紧把这个事儿办一下。这种小事就让管家去弄好了。哎呀，清婉，你妹妹都受伤了，你就不能关心一下，表示一下心意啊？母亲，我这次去护国寺上香，就是想为妹妹祈福，希望她的脸上不要留疤痕。大概是账上没钱，请不起戏班子，所以才让我去办这件事。想让我出钱，门儿都没有。小姐，小风说最近二小姐和小国公爷书信往来频繁，而且还互相送礼。继续盯着。都安排好了吗？是夫人。看来是留不得他。母亲，哎，女儿，我也想去护国寺散散心，我都在家快闷死了。哎呦，我的好女儿啊，你受苦了，这次呀，我一定会帮你报仇。母亲打算怎么教训那个贱人？你且看着吧，到时候啊，你就知道了。青婉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母亲和国公夫人在偏殿喝茶呢，要不然咱们先到处逛逛。待会儿吧，我得先进去祈福。那我先去那边凉亭等你。小桃，跟晨晨一起吧。希望菩萨保佑我能顺利离开侯府，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女施主，你有什么梦想，大可以跟本王说，本王皆能替你实现。你这是对菩萨的大不敬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你与其信你土苏的土人，倒不如信我。说吧，你到底要对侯府做什么？我当然是想侯府消失。我相信你也是一样的想法。毕竟你这么多年苦苦的支撑侯府的开支，他们却心安理得的利用你，现在甚至还想毁掉我。毁掉我？走。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对你干嘛？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我只需要告诉别人，百花宴那日是你咬的我，你父亲第二日便会乖乖把你送到我府上。你不必如此紧张，我带你来这儿是为你准备了一出好戏。什么好戏？你过来看看便知道了。这可是我为了我们的交易特意准备的见面礼。青月，是你们？什么？居然是他们！宁清月居然也来这里了！如风哥哥，我在侯府快活不下去了。你别怕，我一定尽快和母亲说娶你。本来你才是侯府千金，青婉身份卑贱，根本就比不上你。
可姐姐十分有手段，要是她说服父亲与你成婚，我可怎么办？要是我不能嫁给心爱之人，我宁愿去死。哎，你别这么说，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人。这不过是他们私下幽会。你刚才说他们要毁掉我，你继续看。哎呀，清月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屋子里有些热呀？我也觉得。那这样，你把帷帽打开，透透气。你放心，不管你什么样子，我都喜欢。不行，我要让你看到我最美的样子。这香炉难道有问题？清月，我好想你。凌风哥哥，你会对我负责的吧？清月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原本那房间里的人应该是我？不，比那更恶毒。宁国侯夫人会特意安排一个假扮和尚的地痞流氓在这儿，然后他会叫国公夫人来此，然后撞见这一幕。他们想毁了你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总之今日是我救了你，我又让你看了这么一出好戏，你该如何想？我可以答应跟你交易，不过你得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对付宁国侯府？我的事情，想必你也都知道。10年前我母妃去世后，我就去了边关。没错，当时萧燕的母亲很受宠，萧燕被传闻是下一任太子，可忽然陈贵妃就去世了，萧燕直接去了边关，大皇子就成为了皇帝面前受宠的人。是啊，你母妃死后得益最大的就是大皇子。10年前我管理侯府，侯府才和大皇子有所交集，在此之前，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侯府和大皇子有什么往来。当年我彻查过此事，只不过那时候宁国侯已经败落，他与我与大皇子都没有任何交集，所以我才忽略了宁国侯府。这也导致了我最后也没能查清楚当年的真相。想不到他做这些危险的事情，是为了给母妃报仇，还以为他是为了争夺太子之位。你放心，我会给你找到证据，还你母妃一个清白。人来了，该怎么做？不用我教你了吧？国公夫人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的丫头毛手毛脚打翻了茶水，不碍事。请。大胆！是谁敢在佛门清净之地做如此慌乱之事？母亲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萧公爷，怎么会是你啊？来人，把床上那个勾引少爷的小贱人给我拉下来！我要看看是谁这么不要脸！站住！没必要吧？我肯定会对他负责的。母亲，赶紧让他们都下去吧。你还知道丢脸啊！这宠着的是宁清婉。国公夫人，你也别生气，这男子年轻啊，把持不住也是有的事儿，大不了啊，给他带回去当个妾室也行啊，让宁清婉成为妾室，那么清月就是正室。母亲，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
母亲，你这话问的好生奇怪啊！不在这儿，我应该在哪？既然不是你亲妈，那床上的人是谁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把那个小贱人给我拉下来，我倒要看看是哪家的小贱蹄子。不必了，你出来吧。怎么可能是清月呀？这不对呀！把他的帷帽给我扯下来！不用摘了，她是清月。清月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母亲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呀！看看你做的丑事，你和清婉是有婚约的，这事传出去，你以后还怎么做人啊？母亲，我喜欢的人只有清月一个，她身份与我匹配，她才是侯府千金，还望母亲成全。你是个混账！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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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小公爷，你可不能就这么走了呀！你放心，我回头就让父母上门提亲，一定给清月一个交代。走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是让人去叫你了吗？母亲，我跟陈诚多聊了一会儿才过来，耽误了一点时间。你是故意的。母亲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我怎么听不懂？你如果怀疑我的话，不如派人好好查查这个房间到底有没有问题。好，好得很呐！回府。这次你输了。谁输谁赢还说不准。你接下来回府打算怎么做？那就是我的事情了，就不劳烦殿下担心了。那你把这个拿着。这是什么？在你想我的时候，就把它放到天上去，或者等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也可以用。我不需要。话别说的太早了。这不是传闻中的穿云箭吗？听说能号令殿下旗下的黑豹营，这么贵重啊！看来殿下对小姐挺好的。你打死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给我跪下！父亲，我跟小公爷是真心相爱的。老爷，清月才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啊！事已至此，你打死他有什么用啊？得赶紧让国公府来求亲，赶紧把成亲的时间定了才好啊！清婉，是你妹妹做的不对。父亲，母亲说的对，现如今木已成舟，事情已经无法改变，唯有我和妹妹一起嫁入国公府，此事才可以解决。你休想！林峰哥哥不会娶你的。这样也行，到时候清婉嫁过去当个贵妾，辅佐你妹妹打理国公府，这样我也能放心些。对，这样的确可行。我不同意！你是不是傻？她就是一个妾，到时候她的生死都捏在你手里，你还怕收拾不了她吗？卑贱的身份，只配当一个妾。妹妹说错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当妾，我当正妻，让我当妾室，做梦呢。一个野种，还想当林峰哥哥的正妻，你做白日梦吧！清婉啊，侯虎把你养大，现在正是你回报的时候。虽说是一个妾，但有你妹妹照看，你的日子自然好过些。父亲，现如今世人皆知，
妹妹婚前失身姐夫，这消息已经传开了。若是日后我成了妾，而妹妹失德者却成了正妻，恐怕会说得更难听。你给我住口！我们两家都不说，哪里会传出去啊？父亲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国公府那边如何说？国公夫人说，既然声明煮成熟饭，可以答应让清月嫁过去。我就说嘛，国公府不可能放着我们侯府千金小姐不要，却要一个身份不明的人。不过他们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是不是让我们赶紧成婚？国公府的条件是2个都娶，但是你做妾，清婉做正妻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林峰哥哥不会同意的。这是穆国公府的意思。啊，没错。国公夫人放话说，绝对不会让一个婚前不检点，还失身的女孩子进门当正妻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放弃，除非我死。那你就早点死，给他一条白绫，丢人现眼。父亲，那妹妹，姐姐就等着你下跪给我敬茶了。你个贱人，你休想！小姐，还是咱们芳菲院舒服。不过，昨晚芳菲院闹了一晚上呢，还是没死啊？那位怎么舍得去死啊？可他不想死，就只能当妾身，想想都觉得解气。小姐，老爷那边让你去书房一趟。知道了。父亲，今晚啊，昨天你受委屈了，父亲要把管家钥匙交给你，从此以后，府邸的大小事务都你做主。父亲，女儿不能担子重任，想把我当摇钱树继续养着侯府，做梦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跟国公府那边已经说好了，你为正妻，清月当妾。你作为一个孤女，如果不是在侯府，你能有今天？父亲，你误会了，我马上就要嫁人了，确实不适合再打理侯府。你有所不知啊，咱们侯府就要大难临头了。终于要说了吗？你也知道，侯府曾经入不敷出，全靠内务部支的银钱维持生机，现在累积已经有100万银两了。父亲，有大皇子在，咱们侯府应该不会出问题吧？陛下要求清查世家侯府在内务府那边的欠款，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把欠款捧上，就要治罪抄家呀。可是父亲，就算我来管家，我最多也只能维持府邸开支，我没办法填补这100万亏空啊。父亲知道你一向聪明有办法，侯府这次就全靠你了。如果侯府被治罪，你作为侯府的千金，也必将受到牵连。就算为父求你了。父亲，您别这样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好孩子，你放心，如果你能帮侯府渡过难关，我保证，你妹妹永远比不过你的地位。上辈子，宁国侯也是这样下跪打亲情牌，哄得我为了填补这100万亏空，呕心沥血的赚钱，最后侯府渡过难关后，却把我一脚踢开。父亲，既然现在要我管家，我继续住在偏院的话，也不符合我的身份。我想回芳菲院住。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正好你们姐妹俩可以培养一下感情，教教她怎么做规矩。那女儿先行告退。
好，去吧去吧。来人啊！把这房子里的东西都给我搬出去！我看你们谁敢！你敢打我！你这个鸠占鹊巢的东西！妹妹，我这不是在打你，我这是在教你规矩，免得你再做出那些有辱门楣的丑事。你凭什么？你也配？我刚从父亲那儿接到管家的钥匙，从今往后，府内的大小事情一切都由我做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正房收拾出来，给大小姐住。是。你们敢？你住这儿，那我住哪儿？那当然是住偏房了。毕竟日后我们都要嫁进国公府，妹妹做妾室，理应也只能住偏房。你正好提前适应一下自己的新身份嘛。你个贱人！我要告诉母亲！大胆！犯了天了！我看谁敢让我女儿搬出去！母亲，他凭着有管家钥匙，就想把我赶出去，他还打我！赶紧给你妹妹道歉！母亲，我搬回来住，那是父亲亲口答应的。若是您不相信，尽管亲口去问。可我也是你母亲，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，不然我去告诉衙役你忤逆不孝。若是母亲再敢胡闹，那我就只能告诉父亲，这么多年，你偷偷给娘家给补贴了多少钱？他若是知道了，恐怕会立刻就休了你。你敢威胁我？我怎么敢？母亲，我这是在跟你讲道理。只怕你还没出府呢，父亲这休书便就已经写好了。你，小唐，送客。夫人，请。母亲，母亲，你就让那个贱人那么欺负我们？你有所不知，我们现在侯府出现了大麻烦，只有宁清婉才能想法子帮咱们。我们侯府怎么欠下这么多钱？清月，你父亲的官职收入不多，这平日里为了维护侯府的体面，处处都要用钱。这些年也是宁清婉赚钱，维护侯府的支出。母亲，要是我们找到他赚钱的法子，然后再取而代之不就行了？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不然要一直受他打压吗？我找人去查。宁清婉，你得意不了太久的。真好，终于回来了。小姐，刚才可真解气。吩咐厨房，二小姐养病，只能吃些清淡的食物。还有，府邸要节省开支，从今往后，侯夫人那边不必要的开支就都给她暂停了吧。小姐，我懂，我这就去通知他们。哎，等等，先帮我更衣，我要去见一见那个胡商，必须要尽快安排后路了。怎么是你？怎么，看见本王很失望吗？我今天很忙，
你别耽误我的时间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来，我听说你们姐妹2人打算一起嫁到国公府去。也可以这么说。哎，你就那么喜欢穆家那小子？哎呀，毕竟我就是一个身份不明的孤女，能加入国公府，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这是哪门子福气啊？你为什么就不直接成全了那对狗男女呢？我是故意恶心他们的。哦，那你也不能拿着自己的人生大事开玩笑啊！你干嘛？殿下这么关心我的人生大事，怎么？你喜欢我呀？开什么玩笑！本王美貌的妻妾成群，轮不到你。那你叫我来干嘛？说个正事儿。我让你找的那样东西，应该就在侯府的书房。书房？确切来说，是书房的密室。可我管理侯府多年，又没有听说过书房里有一间密室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所以说，宁国侯这个人隐藏得非常之深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找到这个密室在什么地方。你去找那个胡商，是很缺钱吗？本王钱多得很，养得起你。那是殿下的钱。哼，本王的意思是，本王可以借钱给你，不收利息。哎，毕竟我们现在不是合作伙伴吗？没必要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的未来铺路。对了，宁国侯跟我说，皇上最近要严查内务府的亏空，各大世家若是填补不上，就要被抄家问罪，是你做的吗？没错。但你大可以放心，本王向你保证，一定会让你顺利离开侯府。殿下，我这个人呢，不太容易相信别人，更不喜欢把自己的身家和性命都放在别人手中。上辈子我已经吃过一次亏了，不会再重蹈覆辙。行，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小姐，我刚来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我。小风，去查查谁在跟踪。是。小姐，是宁国侯夫人身边的人。如果最近有人接近你，要跟你谈生意，你就假装和他们达成协议。您放心，我只跟大小姐合作，其他人我都信不过。站住！宁清婉，像你这样心思歹毒的女人，还妄想做我的正妻，你赶紧跟我的母亲说，你自愿做妾。你敢打我？我是不会跟你做妾，有本事你去跟你的母亲说，让她不要让你娶我。国公夫人看上我，也是因为我会赚钱管家，想把我娶回去当摇钱树而已。我要去见清月，把他给我拦住，别让他进去。凌风哥哥，凌风哥哥，把他给我拦住！放肆！我可是侯府千金，你们敢拦我？父亲命我管家，
我自然要顾上我们侯府的名誉，把他给我赶出去。是。等你进了门，看林峰哥哥怎么收拾你！让他跪下！啊！宁清婉，我才是侯府千金，你凭什么这么嚣张？因为侯府开支还指望着我们，像你这种坏了名声的人，在侯府是没有价值的。你胡说！信不信由你。二小姐违反家规，让她在这里跪1个时辰，谁要是敢阳奉阴违，直接逐出府去。宁清月，你现在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？你跟他们不愧是一家人，所以也让你尝尝被抛弃的滋味。密室到底在哪儿？你在找什么？父亲，我在找账本。我发现母亲管家期间的账目有些问题，我想找出以前的账目对一下。他的账目有什么问题？这我不好说。没事儿，你只管说。其实母亲这么多年一直在悄悄贴补娘家，尤其是这个月，母亲管家期间足足给娘家补贴了10万两银子。10万两！混账东西！侯爷，夫人请您去前厅。哎呀，侯爷，他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他让咱清月在那院子里罚跪呢。罚得好！如果他以后再敢跟小公爷，我把他的腿打断。他也不能让咱清月在院子里跪着呀，他有什么资格啊？还有你，明知道咱们侯府并不富裕，偷偷贴补你娘家，快把钱给我要回来，不然我休了你！你，老爷！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竟然敢休了我！你是故意的，对吗？你不是告诉我你不会告诉老爷的吗？我就说了，你能奈我何？上辈子我把你们当做最亲的人，你们却害死我，这次你们自己去死吧！烦了，烦了！来人，快把贤儿给我叫过来，给我做主啊！等大哥回来，一定收拾宁清婉那个贱人！哎，大少爷，大小姐在休息呢，容我通报一声。走开！贱婢也配阻拦我？大哥，谁惹你生气了？你少在这假惺惺的！你为什么要让父亲休我母亲？大哥，你消消气，在你眼里我是这种人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让清月罚跪？又为什么让父亲休了我母亲？妹妹罚跪，那是因为她非要去见慕凌风，我这是在帮她。母亲那边，是因为她给娘家寄了10万两银子，被父亲发现了。10万两？是啊，大哥前2天不是还在抱怨母亲管家的时候不给你支钱吗？那是因为母亲把钱都给舅舅了。母亲也真是的，怎么能把钱都给舅舅呢？上一次我跟同窗去花楼，我去喝酒，差点没钱结账。父亲说休了母亲是吓唬他的。大哥，你去救救母亲吧。这些年来，母亲给舅舅的钱，少说也有30万两银子吧。若是这些钱能拿回来，咱们也能尽快的补清内府的窟窿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现在立马就去。小桃，
没事，小桃，我一定会给你出口气的。小姐，你别为了我做冒险的事情。上辈子，宁喜跟童冲出去喝花酒，为了一个花魁一掷千金，甚至还起冲突打死人。但如果这次宁喜被别人打死了，我要让宁国侯府绝后。管家到这块来干什么？难道是宁国侯起疑心了？侯爷吩咐我把账册拿给大小姐，省得大小姐又去拿。管家费心了，看来得另想办法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大少爷出事了！大少爷出什么事了？大少爷在花楼跟人起了争执，被人打得吐血。我们已经把大少爷抬回来了，快去请大夫啊！哎，慢着！父亲向来跟大皇子有交情，不如让父亲去求大皇子把御医请来。好的，好的，我这就去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小桃，晚点带你去看戏。小姐，你没必要为了我这个奴婢这样的。小桃，在我眼里，你就是最重要的。哦，对了，让小风把府里的上下信息拿过来。好。大夫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儿子啊！母亲，大哥一定会没事的。都闭嘴，别打扰御医。林公子伤得太重，已无力回天，准备下后事吧。母亲，他不会有事的呀，他白天还好好的，他不可能有事啊！你还有脸说？他去花楼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阻止？我一个深宅妇人，我如何阻止得了啊？倒是你为什么没有阻止你大哥？当初是你跟我说他去喝花酒的，一定是姐姐想要害死大哥。秋婉，你害死侯府唯一的独子，你想干什么？父亲，平日里大哥去花楼也只是和同僚喝酒应酬，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事，怎么突然这一次就出事了？我觉得是有人故意想针对我们侯府。你在找借口。父亲，本来世家欠内务府银子也是常事，为什么忽然之间就要彻查呢？还有上次百花宴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现在大哥也出事了，是不是我们得罪谁了？难道是三皇子怀疑上我了？这次彻查内务府欠账，也是三皇子牵的头。父亲，究竟是谁啊？您说出来，我也好替您分忧啊。是啊，侯爷，您想想，到底是谁要害我们侯府啊？我们让大皇子为我们做主啊！是啊，父亲，我们可是侯府啊！这事我会查清楚的。我们的儿子怎么办呀？我去找大皇子，想办法。父亲，我一定会再找郎中去给大哥诊治，无论花上多少钱，我都要救活大哥的命。辛苦你了。管家，去把全城最有名的大夫都请过来，无论要买多昂贵的药材，出多少钱，我都愿意。可是账上已经没有多少银子了。账上没有多少银子，不是姐姐一直在管账，怎么会没有多少银子？难不成是姐姐贪污了？妹妹如果这样说的话，那我只好把管家钥匙交给你了。哎呀，秦月，你快给我闭嘴！你怎么跟你姐姐说话呢？今晚啊，你快想办法救救你大哥呀！你别把你妹妹的话放心上，咱们可是一家人呢。
母亲放心，先辛苦母亲照顾大哥。好，我去想办法筹钱。你让人去舅舅家，让他们还钱。小姐，您真的要筹钱吗？当然，把那些我置办的铺子、柜子全都卖了，再让胡商找一些人去购买，一定要把价格压低。明白。这应该是小峰送过来的东西。小姐，你看这个干什么？看看书房里有没有密室。这看起来也没有问题啊。哎，小姐，要不要去书房外面看看？说不定就能发现不对了。这图只能作假，但建筑不会。你说的有道理。走。小桃，记录好步数。小姐，我记着呢。好啊，宁清婉，你居然一个人躲在这里偷懒，终于被我发现了吧？我做什么不需要给妹妹你交代吧？你就是在偷懒，我要告诉父亲。大小姐、二小姐，你们怎么在书房外面？管家，你来的正好。大小姐她在书房外面鬼鬼祟祟，肯定是想偷东西逃走。大小姐，您在书房外面是有什么事？我有一点心烦，本来账上还有些钱，结果却被母亲给花光了。现在侯府需要用钱的地方特别多，我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想一想该怎么办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母亲把钱可是都花在府上了，从来没有乱花过钱。就是，你凭什么敢诬陷我？到底是什么样子？我想妹妹比我更清楚。如果你们还要在这里对峙，那我们只好对账了。你们敢吗？你就是在偷懒！大小姐，侯爷回府了，请您过去一下。父亲，你不照顾你儿子，来这里干什么？老爷，我是来找宁清婉的，他偷偷将我们侯府的产业卖掉，打算携款潜逃。清婉，有这事儿？确有此事。看吧，父亲，我没有说错。老爷，这个没血缘的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现在咱们侯府落难了，他就想逃跑。父亲，我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才出此下策。他这就是在狡辩。父亲，起初我派人去舅舅的府邸要钱，可是被舅舅的人给赶了出来。大哥吃病又急需用钱，我是实在没办法。你找你舅舅去要钱做什么？母亲，这些年来明里暗里你给舅舅的钱，少说也有300万两银子了吧？我要回来一点点给大哥看病不行吗？母亲，你个蠢货，快去把钱给我要回来，不然我休了你！父亲，你就这么相信一个外人说的话吗？不相信他，难道相信你？只会花钱的废物！侯爷，夫人，大少爷醒了。
居然没有死，命可真大。儿子，你终于醒了。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大哥，这些天都是我和母亲在照顾你，都没怎么睡觉。醒了就好，在家好好休养，以后别再去那些乌烟瘴气的地方。我怎么动不了了？怎么会动不了啊？你可别吓我！请御医，快请御医！是。御医来了。侯爷，借一步说话。就在这说，我听。宁公子伤得严重，虽然醒过来了，可以后也是瘫痪在床上了。老爷，老爷！看吧，抱养还是来了吧。老爷，这御医是不是不行啊？你不是找了很多个名医吗？啊，对，也许换一个名医就能治好了。大哥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滚！都给我滚！老爷，父亲，我最近需要频繁出府，亲自为大哥寻找名医治病。好，你去吧。父亲，你就这么相信宁亲婉吗？你给我闭嘴！这时候他能替你大哥四处奔波，还能替侯府赚钱，你能干什么？要是我说，我也能为侯府赚钱呢，并且能填上100万银两的窟窿。宁亲婉那个贱人能做到的事情，我同样能做到。就凭你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别给我添麻烦，不然我把你赶出侯府！父亲，清月啊，别把你父亲的话放在心上。若我们成功了，他自然会把我们放在心上的。母亲，您说那个胡商愿意跟我们合作吗？还没有谈拢啊。要是我们再让厨艺成立，那个胡商会不会心动呢？商人最注重利益了，他一定会心动的。好，我这就派人去谈。这次我亲自去。都记下来了吗？我记着呢。我知道密室在哪儿了。可这书房，平时下人都不容易进去啊，就连打扫的时候也有管家在场。是啊，自从上次被发现之后，他们也不让我独自去书房查账了。需要想一个万全之策才行。告诉小凤去趟三皇子府，我要亲自跟他说这件事。好。小姐，这花灯节过几天才开始，没想到今天就这么热闹啊！等下我们出去逛逛。殿下好雅兴啊！喜欢吗？送你了，反正是本王顺路买的。可我不喜欢这个花灯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你别误会啊，
本王就是随便问问。我发现了密室在哪儿。你怎么发现的？我亲自去测量了整个府邸的尺寸、长度和宽度，发现有很多地方跟图纸对不上，这说明这个有问题。殿下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忽然发现这女人长得还挺好看的。那个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确定密室在哪，但是那个地方守卫森严，而且经常会有人巡逻。如果打草惊蛇的话，可能他们会提前转移证据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必须一次性成功？对。那你有什么好计划吗？我想制造一场意外，比如说火灾。到时候你就派你的人冒险去书房密室，如果宁国侯发现了，也只会觉得是火灾烧毁的证据，这样也能为你争取更多的时间。看起来这是最好的办法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等我都安排好了，我就让小峰通知你。如果我发现有什么危险，我会用穿云箭来提醒你。可以。那既然如此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不是一直要去逛逛吗？本王正好没事儿，可以陪你一起去转转。殿下，要跟女人逛街的话，要买单啊。你是瞧不起本王吗？就算你把整条街买下来，也买不穷本王。公子，给您夫人买一串糖葫芦吧。啊，他不是我。你的这些糖葫芦，我全都要了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喜欢吃哪个，随便你挑。哇，好甜啊！你要不要也尝一口啊？哎，你这是我吃过的。的确很甜。那个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回去了。好酸啊！有吗？确实有点烦。小姐，我觉得殿下肯定喜欢你。别胡说。姐姐，你不是说出去找名医给哥哥治病吗？怎么跟一个男人在逛灯会，偷偷私会？你看错了。我不会看错的，你就是在跟一个男人约会。这件事情要是让国公府知道，他们定不会要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那你大可去告啊，反正父亲又不会说我。现在侯府的开销，还有妹妹的饮食穿住，还都得靠我呢。靠你？每顿饭让厨房给我送小菜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。看来妹妹你还不傻。宁清婉，你得意不了太久。今天我跟胡商已经商谈好了合作，宁清婉，你已经出局了。
小姐，今天宁清月去见了胡商，您猜的没错，他果然想抢走您的生意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那个胡商只是个傀儡，我们小姐才是幕后的老板。小姐，胡商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答应跟宁清月合作了。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难道真的看着他抢走您的生意吗？抢走我的生意，自然要付出代价。通知胡商，要想合作，让他们提前支付10万两定金，才能答应这笔交易。10万两银子是榨干侯府全部的钱。小桃，吩咐下去，从明天开始，全府开支减半，厨房只吃青菜，衣服、采买全部取消。小姐，你要这么做的话，这侯府过不了几天就要翻天了。我要的就是先翻这侯府的天。本来还想着制造混乱，现在机会不就来了吗？你来的正好，你看看桌上这些能吃吗？你是怎么管家的？父亲，姐姐卖了咱们家那么多铺子，赚了那么多钱，却都握在自己的手里。老爷，你看，他现在已经露出真面目了。我没有什么好说的，爱吃不吃。宁清婉，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宁府给的，你可不能忘本啊！宁清婉，宁清婉，我这衣服可是新做的，全被你给毁了。老爷，你看见了吗？这才是他的真面目。你想干什么？不是说饭菜难吃吗？那就都别吃了。父亲，自从你把管家钥匙给了他之后，他就在府里作威作福。我能让你管家，也能收回这项权利。你真以为你能做了侯府的主了？你不给我还能给谁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把管家钥匙交给我，就是想让我赚钱养你们这偌大的侯府。你胡说！我们侯府有那么多的产业，你只需要打理一下，你根本不需要赚钱。你可别忘了，侯府的这些铺子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赚的钱买来的。那又怎样？如果不是侯府把你养大，你能过上千金小姐的生活吗？你们吃的、用的、穿的，都是我给你们的。我欠你们的，早就还清了。老爷，你快把他赶出去，把这个外人从我们家里赶出去！自从你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以后，一直给我们生闷气。你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跟我们闹脾气吗？至少现在侯府100万银两的窟窿还没填上，还需要宁清婉出力，暂时不能把他赶出府。老爷，你可千万不能心软呐！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敢把我赶出侯府吗？因为侯府这100万的偌大窟窿还没有填上，你们的命都在我的手里。只要你留下来，帮侯府渡过难关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我要他滚！好，我答应你。父亲，我才是你亲生的呀！谁能帮侯府渡过难关，谁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来人，把她赶出去！老爷，不行啊，这是我们的亲女儿啊，你不要把她赶出去啊！我才是侯府千金，被赶出的人应该是你才对。你刚才没有听到吗？谁对侯府有利，
谁才是真亲近？站住！你要再敢上前一步，我就让侯爷把你也赶出去。宁清婉，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你也是我一手养大的。你何以至此，这么对我，这么对你妹妹呀？为什么？因为在百花宴上，你故意让我穿有问题的衣服，你想让马蜂遮了我出场；因为在护国寺上香，你想让假和尚毁了我的清白。我没有做过，你不要污蔑我。有没有做过你心知肚明，不要在我面前装母女情深，我看着恶心。上辈子我把你当作亲生母亲养，处处替你着想，可最后你却狠心把我抛弃，现在该我抛弃你了。小桃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作孽呀！母亲，母亲！你，夫人，你赶紧派人送小姐去护国寺，对外就说她上香祈福去了。夫人，湖上那边传来消息了，只要我们拿出10万两银子作为定金，他们就跟我们合作。10万两，你告诉他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但是我们哪来的10万两银子啊？我为了我女儿，我砸锅卖铁的，我也要把这个钱凑到。宁清婉跟我说，这单生意做完了，我这单可以赚上上百万两呢。夫人，等你填上了侯府的亏空，侯爷他一定会礼让你3分的。等我赚上钱，就是宁清婉的死期了。小唐，派人给宁国侯府递话，想把我赶出侯府，就必须要把我的名字从户籍簿上划掉。好的，小姐。夫人最近偷偷打开了库房，卖了里面所有的东西，甚至连侯府私库都没放过。这些还不够，派人偷偷去联系宁国侯夫人，就说可以买祖传的祭宅、园子，还有山林，但是价格要压得低一些。明白了，让小凤通知三殿下，就说3日后起火。这是10万两银票。夫人真是爽快呀！那这一次我就跟您合作。一言为定。那夫人，我就先告辞了。你慢走。宁清婉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走，去寺庙接清月。你母亲怎么还不来啊？也许还在闹脾气吧。我不是说过吗？不认这个女儿。老爷，我知道是因为宁清婉能填补侯府的亏空，所以你才一直忍让她。父亲，我和母亲也找到了赚钱的法子，能赚够100万两银子，填补侯府的亏空。妹妹，我知道你很想回府，但你也没有必要撒出这么大的谎吧？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我们已经知道，你是因为和那个胡商合作，才赚了那么多钱。你知道了又如何？姐姐还不知道呢。那个胡商已经跟我合作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一直都只跟我合作，从来都不会跟任何人合作。你以为胡商凭什么跟你合作？
是因为你吗？还不是因为我们侯府的权势才会跟你合作。我只是随便跟他聊了聊天，他就同意和我合作了。姐姐要是不相信，可以看看这个。你们真卑鄙！这次换你被赶出侯府了。父亲，这是女儿送您的礼物。胡商答应跟咱们长期合作了，侯府的开支不用愁了。哎呦，我的乖女儿！父亲把你赶出侯府是迫不得已，你不会怪父亲吧？父亲，女儿怎么会怪您呢？我知道，你都是被宁清婉逼的。还是清月懂事，到底不是亲生的，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老爷，你现在就可以把宁清婉赶出府。我已经差人去官府办理户籍文书，把宁清婉的名字从咱们文书上划掉了。现在她跟咱们侯府没有半毛钱关系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还不快滚！我再也不要见到你！这些年吃我穿我，现在想破河拆桥了！我告诉你们，不可能！你要干什么？你快给我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这是我的古董！我要干什么？我要跟你们一起死！快来人呐！快抓住他，别让他放火！一起死！一起死！快来人呐！救火呀！救火！来人啊！把他给我抓住！哎呦！快把他给我抓住！管家，快把他按住！反正我是烂命一条，死也会来跟你们一起死！竟敢放火烧府邸！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三殿下的人应该去书房了吧？不好了，侯爷，书房着火了！书房怎么着火了？应该是火星被风吹过去，这才点燃了书房。一群废物，赶紧救火呀！把他给我关下去！快点啊，把我的锦衣细软拿过来，别给我烧了呀！哎呦！怎么样，证据拿到了吗？你为什么不用穿云箭，让我来救你？杀鸡焉用牛刀，就那么一只，浪费了可惜。你傻不傻？你这次用了，我下次再给你一只不就是？谁让你替我节约的？脸疼不疼？我还真有点疼。本王给你带了药膏来，你放心，这口恶气，本王一定替你出。我自己来吧。这儿又没有镜子，你看得见吗？别动，我来。
殿下对每个女孩子都这么好吗？你是第2个。还有第3个、第4个、第5个啊。我还以为你要问上一个是谁。不问了。上一个是我母妃，跟我走。不行，我现在不能走。如果我无缘无故的离开，宁国侯一定会有所察觉，甚至做好准备。这样，你的证据就不能一击命中了。那是本王的事情，用不着你操心。走。三殿下，我要拿到户籍文书，堂堂正正的离开侯府。他们一定会折磨你，不会轻易放你走的。三殿下，我们2个本来就是合作关系，现在既然你已经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，那以后就不要再来了。宁清婉，你究竟是真不懂，还是在装不懂？小姐，您为什么不跟他走？我不能这么自私。他独自去边关多年，就是为了回来给他母妃复仇。我比谁都清楚想要复仇的心情。外面情况怎么样了？书房烧毁后，宁国侯把废墟翻了个遍，最后出去找大皇子了。宁清月搬回了芳菲院，小桃也送到了洗衣房。侯府现在就夫人一个人说了算。想办法让宁国侯赶紧知道这10万两银子的事情，这样我很快就能出去了。您是想用10万两银子换取自由？用侯府的10万两银子换我自由，挺值的。是。母亲，咱们就应该把宁清婉送到监牢去，让他被千人斩万人骑。好主意。我让你好主意。你是不是把库房里的东西都卖了？我卖了这些，也是为了交合作定金。我不管这么多，你既然要管家，就要维持侯府的开支，不然我就拿府上平民之女当平妻，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咱们侯府没钱。宁儿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母亲，我听说那富商王老爷刚死了第8任妻子，我们可以把宁清婉送去当大老婆。你的意思，让清婉嫁过去？这宁清婉是侯府千金，又是京城第1才女，到时候您再管着要上个100万两银子的聘礼，她自然会答应。好主意啊！这样我们跟胡商做生意的话，就不缺钱了。宁清婉虽然不能送你去青楼，但是把你送给老男人折磨也是不错的。是你把我母亲变卖库房首饰的事情告诉父亲的，对吧？是又如何？做个交易吧，我可以给你们10万两银子交差，但前提条件是，你们得放我离开。这就是你原本的计划？
可惜你不会得逞了。来人，把新娘子的衣服给我拿上来，把她给我按住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传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国公府有婚约的。国公府要娶的是侯府千金，也就是我。你一个报错的孤女，身份如此卑贱，国公府怎么会要你？你纵火企图弑父弑母的事情已经被国公府知道，他们已经同意我与小公爷成婚了。我不是你们侯府的人，你们没有资格左右我的婚嫁。这个由不得你，给他换上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我跟你说，富商王老爷家可是很有钱的，将来你嫁过去也是享清福的命。你最好给我老实点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那个富商打死了7任老婆，这种好事我干脆让给你吧。我可是侯府千金，不是你这种卑贱的人能比得了的。我终于把你踩在脚底下了。你们放开我家小姐！来人，把她给我打死！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？冲我来！之前你是怎么打死我嬷嬷的，今天我就怎么打死你丫鬟！小桃，小姐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不怕，我就是担心你。今晚你究竟做了什么？做什么都来不及了。是谁放的穿云箭？父亲，是小桃放的，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？那是黑虎营的穿云箭，能调动几万精锐将士，能踏平咱们侯府。那可是三皇子的穿云箭，怎么会在宁亲婉手里？这一定是姐姐偷的。见过殿下，殿下来的正好。姐姐她偷了您的穿云箭。是啊，她还放了，打扰了殿下。要怪就怪她，别怪我们。对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这个贱人，还不快跪下！你们谁敢动本王的女人？这穿云箭是本王给的。三皇子为什么要给他穿云箭？殿下，您不用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故意这么说。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来人，掌嘴！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！今晚啊，你是什么时候跟三殿下好上了？怎么也不告诉为父一声？那日百花宴，便是他咬了本王，一来二去，本王就看上他了，所以给了他穿云箭护身。有问题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次查世家亏空的事情，就是三殿下在负责。要是宁秦婉嫁给三殿下的话，侯府就没事了。那宁国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是想把本王的王妃偷偷嫁给别人吗？三殿下，你一定要替小姐做主。他们准备把小姐嫁给那个虐死了7任老婆的富商。殿下饶命！这件事我毫不知情，都是他们指使的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！那宁国侯，你现在是否应该清理门户？请！我现在就写休书休了他，把他们娘俩赶出去，跟他们再也没有关系。父亲，你不能抛弃我们啊！是啊，我可是帮你填了100万的亏空啊！你们有多远滚多远！宁清月，你真当侯府是什么蜂窝吗？你现在看清楚侯府到底是什么地方了？管家，把他们赶出去！不必如此麻烦了。
反正一会儿你们一个一个都要被带走。殿下，我真的不知情啊，就是他们指使的。没良心的！我给你生儿育女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本王这里有父皇的圣旨，你们宁国侯府亏空白银100万两，现褫夺宁国侯爵位，全家永世流放宁古塔。求殿下再宽限几日，我一定会把亏空补上的。没错，我们一定会补上亏空的，一定会补齐的。你们不会还在等那个胡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忘了跟你们说了，我才是胡商背后的那个人。跟你们合作这件事，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局而已。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我歹毒？你们刚才要把我送给那个狠辣的富商当填房的时候，你们想要置我于死地，拿我来换钱的时候，我要是不狠毒，今天死的人就是我了。你可是我们侯府的人，若我们几个都被流放了，你也逃脱不了关系。母亲，你忘了，前2天你已经把我从侯府的名字上划掉了，我不再是侯府的人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什么都不跟你争，你让我走吧。晚了，上辈子你们把我利用完就丢弃，这次也终于轮到你们罪孽。你这么大张旗鼓来，不打草惊蛇吧？怎么，真的如此担心我吗？不想说算了。啊！我父皇身边的公公已经去了大皇子的府邸，这个时候应该也在抄家了。那就好，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带你去个地方。这就是你要带我来的好去处，也没什么特别啊。你不必着急，一会儿可不要惊讶。老爷，咱们儿子被关在牢里，要是不管他，是会死的呀。我已经自身难保了，都怪你们母女，全是丧门星。清婉要是我亲生女儿就好了，我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是啊，要不是你突然被找回来，清婉怎么跟我们能离了心？整个侯府又怎么会被清算？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我以为回了侯府还能有好日子过，你们一群没用的家伙，你们2个老东西，谁稀罕当你们女儿啊？林峰哥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个贱人，这不都是怪你？我们国公府补齐了亏损的银两，要不是你们惹怒了三殿下，怎么会轮到我们？你敢打我？我是侯府千金，侯府都被夺爵了，你现在就是个贱奴啊！林峰哥哥，快来救我！你说的没错，就是个丧门星。别闹了，起来赶路了。乞丐！怎么样？得罪你的人都在里面了吧？你该怎么谢谢我？那是他们贪赃枉法犯了罪，这叫活该。你的未婚夫现在也被问罪了，你以后找男人可得擦亮眼睛了。嗯，哼。
好酸啊！酸？不对啊，我这次可是特意挑选的。还酸吗？我没尝出来，我还想再试试。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。你放心，等我们回去以后，我立马向父皇请旨，让他给我们赐婚，逃不掉的。可是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介孤女，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世人会说我们不般配。匹不匹配，本王说了算。以后要是再敢有人说闲话，本王先割了他的舌头。一心月倒映你心间，繁花落眉眼，红线如年轮缠绕着最初诺言，时光缱绻你与